山里的夜晚总是特别的漫长，四周静得可怕。我爷爷躺在老李旁边，想小睡一会儿，靠到天亮，再背着老李下山去镇医院。可是这会儿呢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嗖嗖嗖的声音，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的刺耳。嗖嗖嗖，这个声音越来越近，显然正是在向这儿靠近。慢慢的，这个声音到了这所房子门口就停了下来。我爷爷听到呢，那个驼背老人正在和一个人说着话。哎呀，今天屋里呀来了生人，咱俩呀都注意点吧。因为谈话涉及到爷爷他们，所以他们那会儿也好奇，就想偷偷看一眼，看他们是不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可这一看可把我爷爷给吓坏了。就看到一个身穿红色大袍，头上戴着斗笠的人，手里摇晃着一个铃铛，正带着几个奇怪的人往屋里边走呢。那个带头撩着铜铃的人长得十分的骇人，高高瘦瘦的半边脸似乎受过伤，留下狰狞的伤疤。而带的那几个人呢更是奇怪，走路左右摇晃，头上都戴着斗笠，脸上还贴着符。那几个人显然不是活人这身上都显出了尸体特有的死灰色。他们呢似乎都受到铜铃的指挥，并排站到了门后边。我爷爷突然反应过来，他应该是遇到了传说中的赶尸。这个房子呢就是赶尸客栈，而那个摇铃的人呢就是赶尸匠，而另外3个并排站立的就是行走的尸体。而就在我爷爷疑惑的时候，身后床上一只昏迷的老李突然站了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外，这样子像极了那些被铜铃引指的尸体。这一看可不行爷爷赶紧上前抓住了老李。老李，你醒醒你要去哪儿他俩发出的声音激怒了门外的赶尸匠和驼背老人。赶尸匠呢几步就跨了进来，看到赶尸匠进来，爷爷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赶尸匠很生气地冲他们喊了几句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后生仔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要是冲撞了尸体炸了尸了，那是要害死很多人的。虽然训斥着看着我爷爷他们，但是呢还是和我爷爷一起把这老李放到了床上，然后呢又一次摇起了铜铃，嘴里便念叨着麻了麻了麻了森了麻了，不知道什么咒语。接着老李呢也随着铜铃和咒语慢慢的安静了下来。看到老李安静了下来，这赶尸匠也慢慢的停止了摇铃和咒语。但是这赶尸匠说了这么一番话：这命是保住了，不过受到我这阴灵的召唤，这小子寿命活不过3年。这一番话呢让我爷爷将信将疑。这老李在他们队里边那是出名的身体好，怎么会寿命不长呢？结果这老李就因为那一次身体落了病根，在家里养了2年，真的去世了。所以我突然发现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是太肤浅了，也许有很多事情在我的认知之外。好了，故事来自网络，不足为信。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订阅关注，别忘了